这个方琼所言，与林贝说的，倒是都对上了。何止是对上了，简直是严丝合缝。宋明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如今我们只剩下一个嫌疑人了。对，就是那个丑女人。楚斌刚走，她就回到了碧落小站。目前，她杀人的嫌疑最大。我准备将喜君画的画贴到夜市上，重金悬赏，寻找线索。先不着急，明早再说吧。何须明早？今晚就贴，我去夜市上亲手贴。诸位，都来看一看。经追查嫌疑要犯一人，姓名何许人士不详，形貌如图，知其消息或下落者，速报公县，有重赏。有重赏？这谁呀？男人的呀？这谁不出来呀？喜君他们一定找好了地方，大吃大喝了。走吧。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怎么撕了呀？是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这说就撕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人，你干什么？明早再贴。说出你的理由。我就是没想好理由。我要是想好了，能憋着不说吗？这样，咱们先去吃饭，让我好好想想。怎么样，这地方选的还满意吗？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云顶最好的酒楼，又是单间儿。罗凌峰，你请客吃饭，人家樱桃帮你操持着，为了让你这个县尉不丢面子，可费了不少心，你还不谢过人家？多谢楚女侠。卢县尉客气了，上座。有费神医在，我哪敢上座？别来这套，你请客吃饭，当然是你上座。哎，苏明，没让你上座，不高兴了？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卢凌风请客吃饭，应该兴高采烈呀。我也想兴高采烈，可是这悬案未破，高兴不起来呀。喜君呢？怎么没来？早来了，只是要等你先到，他才肯进来。这是为何？卢凌风，这身衣服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喜欢就好，那快来坐吧。这衣服是卢凌风送的。是啊，卢凌风不知我尺寸，就直接找人去做，也不怕我穿着不合适浪费了。哎呀，我只是诧异，为何喜君穿着肥瘦正好？卢县尉，看来对喜君了如指掌啊。好你个樱桃，花里无话呀你！可是在天一布店做的。是啊，裁缝送到家里来，说万一不合适还可以再改。何时送到的？就刚才，黄昏之际。罗凌风，你去天一布店是昨日黄昏？是啊。樱桃，你应该会做这个针线活吧？做这么件衣服要多久？我做1年也做不成。别说他了，好裁缝也得2、3日呢。昨日定的，
今日就送到家了。我记得那个裁缝叫丁大德，也许是手艺好做得快，或是知晓我仙尉身份后赶工为之。即便赶工，从昨日黄昏到今日黄昏，也就12个时辰。那么这个裁缝一定是一宿未睡啊。布店老板死了，他却一直在赶工这件衣服，有违常理。喜君，随我去天一布店，不是以仙尉的身份查案，就说你很喜欢这件衣服，你我2人登门拜谢。你俩，老费，我想再去演一次诗，你能协助我吗？啊，哎，不是，这顿饭还吃不吃了？菜都上完了。就是。你别着急，这样，把它拿回去，当宵夜。老费，走。哎，你帮我包好啊！我不是。你让我如何协助啊？今日若验不出死因，就只能剖尸了。啊！届时会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你。我现在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我那个师兄孟老怪呀？我也不希望走到那一步，毕竟剖尸确实挺吓人的。县尉，您来了，是衣服哪儿做的不合身吗？我看这衣服做的还行啊，倒不是大德手艺好，而是小姐天生丽质，把这衣服衬得好看。你可真会说话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长乐，夫人给起的，叫我每天都乐乐呵呵的。衣服做得很好，裴小姐甚是喜欢，此次前来，特意感谢裁缝。县尉亲自跑一趟是来谢我的，折煞大德了。不光要谢，还要请裁缝去夜市上喝一杯。啊，这不必了吧？我和裴小姐正在找人看日子，想把喜事给定了。成婚之日的喜服由你来做，按照长安的讲究，做衣服之前必须请裁缝吃饭。怎么，大德，不给本县尉面子吗？能给县尉和裴小姐做喜服，是大德一辈子的福分。只是，我当告知夫人，求得允许。那是自然，你先去，我等你。什么东西？似乎是石灰，我看看。是有点像石灰。我刚才闻起口就闻到了淡淡的石灰味儿，我以为我闻错了呢。这个我可以帮你验证。石灰虽淡，却是石灰味道无疑。莫非李云死于此物？大德，
我敬你。我不会喝酒，主人说过，喝酒手会抖，就做不成裁缝了，还望陆县尉包涵。哦，这倒是个不喝酒的好借口啊。大德，我给你倒点水喝。说说吧，你的手艺怎么这么好？我7岁就在布店打杂，10岁起跟老主人学手艺，可惜愚笨，学得不好，不像主人，短短2年就成了云顶最好的裁缝。你说的是李云？对啊，他那个时候也跟着老主人学手艺，就2年，老主人就说超过了自己。当然，凡是来沈氏布店做衣服的客人也都这么说。主人确实是这行里的奇才，我如今也不及他的皮毛。沈氏布店？啊，天一布店是老主人去世之后，主人接手改的名。来，你以水代酒，我和裴小姐敬了。啊，多谢卢县尉，多谢裴小姐。你不喝酒手也抖，裁缝这碗饭你是吃不上了。您看我真是不争气，我是个仆人，做梦也没想到能跟大官喝酒，我是不敢相信，故而手抖。您看，好了，坐吧。我看你面带疲惫，昨晚应是没睡觉，一天一夜都在赶制这件衣服吧？是啊，为何不是？嗯，我去布店时也没说起这药啊。我主人突然离世，且死因未明，你不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替夫人分忧吗？例如准备棺椁、操办后事。我不光是官，还是捕贼之官。大德，你家主人死的蹊跷，要有什么线索，可要跟卢县尉说呀。是，没线索。来，我敬你。大德，你家主人对你可好？好啊，我愚笨，跟着老主人学手艺没学好，可自从李云当了主人，他教我一教就会。大德能有今天的手艺，多亏了主人。李云是在沈氏布店学艺时，与沈平相识的。是。两个人是一见钟情，互相爱慕，或是李云主动追求讨好，才赢得沈平的芳心。这怎么说呢？实话实说。是我们家小姐，也就是现在的夫人，主动讨好，追求主人。是沈平主动讨好追求李云？正是。你确定？我当时虽然年纪小，但这件事我还是看得出来的，不然夫人也不会拒绝方炯家的提亲。方炯曾向沈平提亲？啊？也许没提，是我记错了。上楼。实惠。哎呦，方炯何德何能啊！竟让卢县尉入夜登门呐！哟，
还有这位小姐，快请快请，有贵客到访，衷心不散，再开一坛好酒。是，请。酒再好，喝多了也伤身。既有客人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啊，卢县尉不是来喝酒的。今日在公谢，方某已发出邀请，还以为您是应邀而来呢。我来是要问你，你曾向沈平提亲，今日为何不说？卢县尉，你也没问我呀。你若问，我又岂会不说？那是10几年前的事。如今沈平乃是我好友之妻，又刚刚丧夫，我无端提起这陈年旧事，似乎不合时宜吧？你们要都不饿，我可先吃了啊！饥肠辘辘的，怕难以入睡呀。在这个案子上，我能想到的，也只有找那个丑女人了。不过这主意肯定没用，你们全当没听到。我也吃了。方炯答话并不慌张。说话也好像没什么漏洞，就是吧？他好像早就料到卢凌风会去找他。苏无命，那丑女人的画像，明日可否张贴？不可。明早首先要排查全城售卖石灰的地方。石灰？卢县尉，全城出售石灰的店铺共4家，店主都带来了。卢县尉，又见面了，咱们可真够有缘的。牡丹，怎么，你也卖石灰？啊，不卖石灰，又怎么能认识做砖瓦匠的黑头啊4位，叫你们来是有事想问。最近购买石灰的，有没有奇怪之人？奇怪的，我都是老主人。奇怪的，没有。有没有女子买石灰？有。哎呀，卢县尉，您绕了这么大个弯子，该不会就是为了落在我这儿吧？其他3位可以先走了。你们3个可以走了。卢县尉，昨日你一番话，让牡丹顿开茅塞。云顶繁华，多造楼屋，处处都需要石灰。牡丹以后一定好好做生意，多攒一些钱，再也不做那些不检点的事了。就等良缘来到。那就好。说说买石灰的女子。哦，那女的可丑了。丑女人？啊！当时我问她，你买石灰是为了填隙防水？还是粉刷墙壁，亦或是染色制纸？他说，他买石灰是为了造坟。哎呀，真的是晦气死了！苏无命，快去把那画像拿来，让牡丹辨认。卢县尉恕罪，那画像，我给弄丢了。你怎么息怒？既然这牡丹见过那丑女人。那把喜君请来，让他再画一张，应该不难啊。你这主簿，太不像话了。是，还不快去把裴小姐请来？哎，牡丹，抱歉，可能要耽搁一会儿，请至西厅喝茶。卢县尉客气什么呀？我就喜欢听你说话，不怕耽搁时间。喜君，
我再提醒你一句，一定要忘掉先前的画像，就按牡丹所描绘的画，多问此女形貌的细节，越细越好。明白。哎。虽都说丑，但叶阿婆和牡丹所描述截然不同，头型、发饰、衣服颜色都不一样，应该是2个人。卢县尉，方炯带到。走。你不去吗？我是想带着喜君再去一趟安远客栈，按林贝的描述再画一下这丑女。毕竟如殷阿婆所说，他们见过面。方炯，今天请你来，是想听你讲讲你和李云年轻时候的事。哎呀，往事不堪回首啊，从哪儿说起呢？随意，我有时间也愿意听你说。上次我说过，我与李云是同窗，也曾一起去过长安。后来我回云顶做生意，他去了洛阳。2年后，他带着楚斌回到了云顶。那时，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呢。那时，你与沈平如何？其实我与沈平也算青梅竹马，只是我心有点野，总是不急着谈婚论嫁。青梅竹马。李云去沈氏布店学艺，不会也是方兄介绍的吧？还真是。李云父母早亡，也没给他留下什么家底儿。初归云顶时，本想靠楚斌抄书维持家用，可没想到云顶这地方读书的人少，书铺的生意惨淡，也就没有什么抄书的活儿。故而李云找到我，想让我帮他谋条生计。我说你手这么巧，连绣花都会，不然你跟我未来的丈人学裁缝手艺去吧。实不相瞒，沈伯原本很想让我跟他学，并将布店的生意当作沈平的嫁妆一并传给我。可惜啊，我志不在此，辜负了他老人家。方兄后悔了？后悔什么？若无方兄推荐李云，沈平恐怕早就是方夫人了吧？卢县尉接下来不会是要问，是不是我方炯一直怀恨在心，害死了李云？我要真这么问呢？坊间传说你卢凌风是嫡公弟子，武艺超群，断案如神，原来是浪得虚名啊！就这点本事，却取代文武双全的司马县尉，更让造福百姓的司马县尉替你个废物殒命，这真是云顶之殇，大唐之殇啊！方炯，卢凌风，我说你是废物过分吗？你怀疑我有何证据？李云死于前日夜间，那夜我正在家中设宴，同席好友10余众，皆可作证。我们纵酒放歌，通宵达旦。我并没有说是你杀了李云。那好，方某告辞。你给我站住！嘿嘿，毫无证据，扣押方某于公廨，你就不怕传出去，被云顶的百姓笑话？我是见过那么一个女人，但只见一面，长相记不清了。无妨，能想起来多少就说多少。这位喜君小姐绘画精湛，我想你们一定能画出来。主要是此事关乎命案，还请配合。好吧，我只记得她的容颜并不美貌。你也可以直接说丑，但她是什么脸型，
脸上有没有什么特征，比如痣、刺青？哦，高矮胖瘦，比我如何？可有高低肩、驼背、瘸腿，或者什么残疾？殷阿婆、牡丹、林贝，3个人印象中的这女子，只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丑。但按他们的细节描述，根本就不是一个人。也许就是不同的3个女人，或者什么？或者是一个可以随意变化发饰、衣服，甚至样貌的女人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鬼魂？还真是。哎，苏无名，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这世上既没有神，也没有鬼，只有装神弄鬼的人。可这一次，凶手到底是什么人？谁说这画上之人就是凶手了？若说是鬼魂，我断不会信。我信。据众人所述，李云曾对不起一个叫楚斌的女子，而这个女子虽死，但魂魄尚在，经由林贝招引，重回云顶杀人复仇。因是鬼魂，所以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，故得此3张画像。苏无名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呢？我刚才说的这些，若出现在志怪笔记中，是不是很吸引人？是。可此案当真离奇，我都有点要相信你刚才说的了。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义兄是说，他们3个都说了谎，而且有所串通。这只是我的猜测。陆县尉，今日正值寒食，应是那楚斌的忌日，我想开棺验尸。楚斌乃东都人，客死云顶，开棺倒是无需征得亲人同意。所以啊，我得征得县尉的批准。我知你所疑，但兹事体大，需皇府县令首肯。我想想，我的意思是，开棺这种事太容易引起恐慌，尽量。若县令不允许开棺，那凶手便只能是鬼魂。若在云顶，鬼魂都跑出来杀人了，那百姓会更恐慌吧？苏先生说的有道理，那卢县尉的意思呢？楚斌在云顶无亲无故，只要县令准了，开棺之事倒是可以秘密进行。哎，这倒可以。为了抓获凶手，查实凶案真相，开棺验尸也是必要之举吧？如此，多谢县令。哎，秘密进行，秘密进行。楚斌已入土10年，开棺验尸，能判断出当年是怎么死的？就算查明死因，又与李云之死有何关系？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倒是隐约猜到了义兄的意图，卢凌风的眼神中也透露了一些。既让我们协助，又不如实相告，这不是欺负我脑子笨吗？那可是楚斌的坟。根据李门和先前邻居所说之处，应该就是此坟。这个女人怎么来上坟？是啊，我已派人守住安远客栈，不许林贝出门。难不成他会飞檐走壁或遁地之说？带着包裹，且携长剑，
这是要逃离云顶啊！尔等何人？你是何人？此墓主人，楚兵之姐，楚家。你们是替李云来的吧？我们正在捉拿杀害李云的凶手，你是要认罪吗？李云死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今日才到云顶，还有何人会替我妹妹报仇？别跟他废话，拿了他再审。卢县尉，交给我。好剑法，你也不错。李云真是舍得，雇了这么多高手，还有县谢中人做他的帮凶。可我楚家已不是当年的弱女子了，来吧！哎，别打了！二位女侠，别打了！今日是楚兵的忌日，坟前动武是对死者的不敬。你们都是些什么人？来此间干什么？卢凌风，该你说话了。云顶县尉卢凌风，今日前来，奉命开棺。什么？你们好歹毒！我跟你们拼了！你真是楚兵的姐姐？当然是了，不然怎么会不远千里前来云顶替妹报仇？今日小店正式更名，愿为家乡父老缝制天人之衣。李云，我妹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不都说了吗？心痛之症。可她从无此病症。谁生下来就有病？不都是后来才有的？当时可用药医治？当然治了，不过从病发到病亡，前后不过1个时辰。楚家，你刚来云顶，闻噩耗悲痛，我理解。我没照顾好楚斌，你打我2巴掌也行。可是我今天家里有大喜事，你不是没看到。但求你打完赶紧走。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住址。若楚斌真是病死的，你为什么不写信来报丧？我写了，信没收到，你怪我呀？当年你只是一个药铺的小伙计，且心术不正。我妹妹随你来云顶，我就百般的不舍。没想到现在真的被你害死了！你胡说八道！来人，送客！李云，我跟你拼了！走吧。李云，当年我只是个弱女子，随便一个伙计便可将我强行驱赶。女人在男人面前，连讲理的机会都没有。现在不会了。8年来，我走访名师，苦练武艺，身上有力，手中有剑，只为今日。此来云顶前，我已发誓，必探明真相。若楚斌是李云害死的，必杀之，替妹报仇；若其死与李云无关，
我将自戕一墓，带着楚兵的骨骸回到老家，葬在爹娘的墓旁。既如此，请让一让。不管是查明死因，还是让楚斌落叶归根，都需要开棺验尸。可我妹已死10年，我听说人入土2、3年，尸体便会化为白骨。这能查明死因？若此人不能，大唐就没有第2个人了。在下嫡公弟子苏无名，还望楚女侠信任，允我开棺。嫡公弟子？云顶会有嫡公弟子？啊，虽是嫡公弟子，却是白衣之身。我能在云顶安身立命，全靠卢县尉收留。对了，卢县尉也是嫡公弟子，且文武双全，名声和本事都比我大很多。2个嫡公弟子，若你们不是自吹自擂，我便信你们一回。卢县尉，苏先生，可以起殿开棺了。楚女侠，苏某不才，想请你与我一起合力开棺。这10年，你好孤单，姐姐来看你了。先别急着哭，苏某断定关中无尸。什么？关中无尸？我好像明白了，但好像还是糊涂。苏无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樱桃，先别急着问，已经把大话说在前面了，从速开棺吧。我妹妹呢？把篷撤了。楚女侠，恭喜啊！正如这位嫡公弟子所猜测，令妹尚在人间。林贝这个名字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过来看。还真是，楚字无腿，变为林；兵字去首，则为贝。一个女人被自己深爱的男人辜负，就像失去了一半的自我。这应就是楚斌的真实感受。林贝就是楚斌。如此说来，墓为虚墓，棺为空棺。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们无从知晓。但从那3张画像足以证明，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。是啊，如今除了开棺验尸之外，恐怕没有别的办法能推进案情的侦破了。
发乱，斧头案，马鸣萧萧彩云散，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万重山，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。故园半亩花开花又落，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